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认知制图，大脑如何构建未知。这项研究出自牛津大学的权威神经科学团队，它聚焦于海马体与新皮层的独特分工机制，大脑如何把已知符号拼成一张清晰的未知地图。作者追踪了4个关键脑区在任务中的活动模式，具体包括海马体、初级视觉皮层与顶叶等区域。4个区域紧密合作构成认知制图的神经流水线，这揭示了符号组合泛化的重要脑内实现方式，也为深入理解人类智能提供了一个全新起点。符号组合泛化即组合已知元素，推断新实体，这是人类智能区别于动物学习的核心引擎。鸭嘴兽难题直观展示了这种能力。18世纪生物学家初见鸭嘴兽完全陌生，他们依据鸭子般的嘴推断它可能会产卵，又依据海狸般的尾巴推断它善于游泳。这种基于已知碎片的推断正是研究焦点。这一推断不依赖直接经验，而是依赖元素组合。寻宝任务把颜色与动物符号映射到坐标位置，绿色方块负责 X 轴，大象图标负责 Y 轴数值。0次推断下，绿色大象的坐标是-1与正1。训练阶段有反馈，学习符号与坐标的对应；测试阶段无反馈，改用全新的颜色与动物组合。训练期间从未展示拼合后的完整未知实体，能准确定位新组合才说明组合泛化在起作用。任务将规则语义锚定到可测量的坐标空间。行为学实验锁定41位掌握组合泛化者，在无反馈条件下，未知刺激误差仍快速下降。折线图显示，训练与测试曲线的变化斜率相近，测试刺激的初始误差水平略高于训练刺激，两条曲线最终都趋于平缓，误差稳定在较低位。0次学习由此确认为真实发生的行为能力，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这项认知制图任务。这套行为数据将用于定位神经计算机制。大脑把未知信息转为可执行地图，需要经过4步流水线。第1步，海马体与腹内侧前额叶提取维度特征。第2步，海马体联合初级视觉皮层构建几何规则。第3步，前额叶、顶叶与视觉皮层做向量加法。第4步，后顶叶皮层与视觉皮层锚定物理空间。这4步分工构成一条流水线，实现从抽象到空间的转移。这一机制揭示大脑编码未知信息依赖完整管线，但该图只做区域定位，未涉及神经元层面的实现。特征提取存在2条相反策略，高维与低维。高维表征最大化区分特征，例如红蓝截然分离，丰富的细节保留下来，可以灵活应对规则突变。低维压缩则主动抛弃大量冗余的特征细节，只保留任务所需的最简形式，如相对物理位置。高维计算成本较高，低维可能丢失部分细节。大脑在特征提取阶段必须权衡好2种策略，该选择会直接影响后续规则的几何编码。4个脑区的维度偏好出现截然分化的态势。海马体与腹内侧前额叶倾向高维特征保留，它们属于记忆网络维度越高，解码精确度越高。维度直方图里3到4维技术在2组占主导。初级视觉皮层与后顶叶皮层走向低维压缩，感知与行动网络把符号压成1维心理线条。对应直方图里1维的技术占据绝对优势。区域维度分化预示后续几何规则的编码类型。关于2种规则在神经空间如何对齐，存在2个模型。正交模型把2条规则当作完全独立的坐标轴，2轴以90度交汇，构成规整的2维网格。平行模型则将2套规则编码成2条并行轨道。虚线箭头标示左上和右上2种对齐映射，它优先捕捉抽象关系而非物理空间的直角。2种几何框架可能对应不同脑区的编码偏好，具体采用哪种结构会直接影响神经解码方式。初级视觉皮层并非单纯处理视觉输入，它还在神经状态空间中重构环境的2维几何。RSA 分析显示 V1 和正交模型高度相关， P 值为 0.0056， 表明相关十分显著。颜色与动物符号被映射到网格交叉点，抽象规则由此获得具体的空间坐标位置。正交网格保留了符号间的相对距离关系，正交几何为符号组合提供了空间基底。海马体的降维可视化呈现高维平行排布，多维标度图中2列点阵保持严格平行，虚线相连以后形成扭转的4边形框架。
位置细胞的放电场呈现两条平行铁轨，颜色轴与形状轴编码成两条平行轨迹。海马体的独特排列蕴藏着高维抽象关系，大脑借此抽取物体之间的抽象关系结构。海马体无需立即映射到具体的物理空间里，大脑究竟如何理解从未见过的全新刺激？ fMRI 数据证实，这一核心机制正是神经向量加法。在 VMPFC、PPC 与 V1 中，未知刺激的神经模式可被精准预测。预测方式是用已知训练刺激的模式做线性叠加，相关特征与无关特征会按权重同时被纳入。例如，翡翠绿螃蟹可由特征加权和来重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海马体不参与这一向量加法过程组合引擎的工作，由3个皮层区域共同完成。腹内侧前额叶执行高维加法，基于特征匹配，它在纯粹概念空间里严格提取所选目标特征。表征相似性矩阵呈现尖锐块状对角结构，清晰的特征选择表明高维加法特异性强。低维加法由初级视觉皮层与后顶叶皮层完成。它在空间参考系中组合，看重物理距离远近，对应的热图平滑模糊，呈现渐变式分布过渡。两种加法格式分别服务抽象概念与空间拓扑。第4步，讨论物理空间是如何充当支架的。空间定位任务测量纯粹空间坐标的神经编码。表征相似性分析显示 V1 与 PBC 强烈编码物理空间位置，这些区域正是处理真实物理坐标的回路。物理位置的编码独立于符号与任务意义，真实空间回路能否支撑符号组合泛化，这一疑问直指认知地图的物理锚定机制。跨任务解码将回答两者是否共享同一网络。跨任务解码证实 V1 将抽象符号转成空间坐标。实验先训练解码器识别寻宝任务的抽象符号，测试采用定位任务用真实空间数据预测匹配。看到前所未见的翡翠绿螃蟹时， V1 产生幻觉，神经活动犹如在物理空间注视推断出的坐标点。 X 轴与 Y 轴的解码准确率超过 0.25 的随机基线，3颗星标记显示差异具有极高的统计显著性。抽象逻辑最终被翻译成具象的视觉空间坐标。这张神经全景图将4个脑区按4种属性制表。高维组是海马体与腹内侧前额叶，海马体拥有平行几何但无加法引擎，腹内侧前额叶有高维加法无几何标签。低维组是后顶叶与初级视觉皮层，初级视觉皮层有正交网格负责低维加法，后顶叶也做低维加法但无几何标签。高维组弱支架，低维组强支架，各司其职。人类应对无尽未知，并非靠一个单一泛化中心，真正的答案是一条多脑区协作的认知流水线。内侧颞叶系统先确立高维抽象逻辑与关系，随后传递给感觉运动皮层做低维空间压缩，最终重塑成可被物理行动执行的低维映射。大脑把已知碎片重绘为一张物理空间地图，其适用边界在于流水线依赖规则的组合结构，并非任意新事物都适用这套组合泛化机制。下一步可关注跨任务解码能否扩展至真实场景。